今天是那个12月23号哈，第6章哦，第一次上课哈。好，这周是最后一次上课哈。那个我们期末考就是在那个写在这边哈，就不讲了哈。哦，好，那记住哦，那个下一周期中期末考的考卷会一起给大家同学看啊。大家同学看啊，好，好，这章主要讲 N5 以下的技术了哈，N5 以下的技术哈，那主要讲1、2、3、4啊，1、2、3、4，5的话，因为那个还是不是很确定哦，我们讲确定已知的技术哈，5的话，其他课会有了哈，你们再去修其他相关的课程了哈，好。好，我们看6.1 Introduction 哈，这个主要参考资料就是从2016年的 Short Course IDN 哈，这 IDN 是我们做那个半导体研究的最重要的会议了哈，相当于半导体的奥林匹克竞赛这样子，那几乎所有公司最新的资讯哈，都会在这边揭露这样子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 outline，我就原则上就按它之前它的大纲编排，但是我有更新了哈，因为它是2016嘛，我更新到今年哦，2021年哦，哦，那原则上大家这条横线我是主要教上面这半部哦，上面这半部哦，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资料量哈，这个越来越丰富哦，在大爆炸，对不对哈？现在大爆炸，对不对？啊，那以前呢，这个表大概做到2015左右啊，你看哈，才过没几年，5、6年，那2021开始呢哈，应该讲2020啊，什么 AI、5G 啊、虚拟货币啊、元宇宙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来了哈。那个资料量其实会越来越大哈，越来越大。哦，早期都从文字啊、简讯啊，哦，现在图片啊、影像啊，现在是3D 的这个元宇宙啊，哈。那所以真的是未来很不可限量哈。那台湾其实在这边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你不管是 server 啊、mobile phone 啊、IoT 啊、AI 5G 啊、Universe、Meta 啊，或虚拟比特币啊什么的。那这些核心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底层，都是半导体科技来支撑的啊。而且之后这个东西有趣的是哈，每2年就要更新，你知道吗？每2年更新代表这个需求量哈，没几年就重新就是有这么大的需求量哈，这比这种做那种传统电器呀、电锅、冰箱好得多了。那好的电锅、冰箱都可以用20年，对不对？20年才能换呢。那你看这些我们这个3C 的这些这种的产品哦，这个2年左右就要换一代啊，哦，对不对？哦，其实这样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了哈，非常好的一个 business model。好，接下来第6页哈，这个资料你们这边是自己1、2年前旧的了哈。那我们看最新的哈，Intel 这个 Intel 那个今年就是今年年底了哈，发表12代 CPU 哦，它牙膏挤爆哦，那牙膏挤爆哦，它的现在效能最好的 CPU 是 Intel 的哦，不再是 AMD 的哦。大家也不是 Apple 的 M1 哦，大家不要状况外了哦，大家让十二代的 CPU 哈，大家都用抢的，现在都缺货。它12代的 i5屌虐11代的 i9，价钱才一半哦，大家都用抢的，那不挤牙膏了，再挤牙膏他们就完了哦，所以 Intel 哈，真的也不是吃素的啦。大家以前都不看好 Intel，它这次新的 CEO 上来，一下子把牙膏啪把它挤爆了，不再挤了。
直接把它包挤爆了好，那地表最强的12代 CPU 你可以去暑假你去寒假，如果你不信，你去那个大电脑卖场看，大家都在抢这个，没有人要抢别的了啦，没有人要抢别的啦，除非你是预算型的买家，你可能就是前1、2代会很便宜，可是你不是的话，你要玩最新的。你大3D 做货要用最新的运算的电脑，你一定是买12代的啦。像我在等12代的笔电这样子11代送我也不要了啦。我在等12代的笔电这样子。好，那这个微缩这摩尔定律我就不再讲了我都写在上面了请注意上网课真的比较快了因为以前往往这个我都会写板书，就浪费很多时间。所以上网课差不多是平常上实体课速度的2倍了所以有时候往往你会觉得我上课时间好像没有到50分钟，但是教的东西远远超过实体课的50分钟了这摩尔定律大家都知道，就讲快一点那这边新的大家这个抄一下大概讲重点之后我后面会再讲在那个2021的12月 IDM 的会议IBM 发表1奈米等效1奈米的电晶体那其实这样，这对我们做半导体来讲是好事，代表对什么？因为1奈米至少还要10年嘛，就是至少10年内我上课也有讲这10年真的是半导体的黄金时代啦，至少10年，我敢说至少10年啦。那会不会再延长到20年？我觉得也有可能啦。至少这10年一定是黄金时代，因为1奈米都没有问题，1奈米都没有问题我之前也有开玩笑讲那1奈米以下不能做怎么办？那没怎么办难道你会把你的 iPhone 丢掉吗？丢到水沟里面吗？把你笔电从那个顶楼摔到1楼吗？不可能这种电动车不要开了，我们100年后回到清朝时代，我相信不可能人类文明是一直在进步的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个资本主义那个尤其老美为首资本主义那些资本家帮我们想办法，你不用担心好，不同元件的3D 微缩法则3D 微缩法则那边有 DRAM 逻辑2D 的 NAND 3D 的 NAND， 那用到相同不同技术，这不用硬背啦，考试也不会考这么细啦考试不会考这么细，考试主要考几个比较大的观念跟原理这样子就说懂这些就触类旁通了要记住是考这个骨干的部分就是大树的主要的树干跟主要的它的树枝大枝干，我不会考这个枝微末节啦，小树叶的东西要千万抓住重要基础考重要基础教重要基础考重要基础教不同元件这个 DRAM Logic 的微缩预测，那 DRAM 三星跟海力士是真的独门技术了那我们还有美光这就是3家了台湾还好，你看美国人也没有半导体人才，所以美光其实它几乎是把所有的研发生产基地都设在台湾，在后里啦在后里啦他林口那边南亚科、华亚科全部都给台塑集团，他都放在后里，他给的福利也不错了如果是台中人的话，可以考虑看看STT NRAM 那这个好像 Intel 后来宣布不做了，因为还是拼不过的 3D NAND 我有讲过嘛 ，Intel 跟美光早期做这个，他们现在也放弃了。那技术一直在竞争不是说这个交叉式的这个相变化式记忆体就会很厉害你说新的技术就会取代旧，没那回事的旧的技术也一直在进步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是晚10年发明的 S-Point 就是相变化记忆体。但是现在已经 face out 了，没有人在用，为什么？3D NAND 更猛，3D NAND 更猛所以技术一直在互相竞争不是说这个新的技术、新的材料一定会赢旧的，没有不一定你看大家想要挑战系
硒当做那个主要的通道材料，已经挑战50年了，没有一个成功，没有一个成功没有一个成功。好逻辑的话就是分费了我们课程主要是集中在逻辑了那记忆体最重要是因为第一任我们台湾没有了那所以我是教 NAND 教的 Flash 教 Flash 那我也只教一点点嘛我大概只教1、2节课大部分都是教逻辑的就是台积电、联电在做这些东西，这个市场最大，应该讲这个市场台湾占了全世界60%以上。60%以上这样子。好，就是这人家讲啦，这参考看看啦，这是你参考看看，这西瓜靠大边啦，跟着赢家走啦。你参考看看啦，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也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啦你也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啦好，那元件的发展的话，会到2021到 N5嘛就是拼费，对不对？记住N5还是分费FF N5还是分费，只是利用一些这个 EUV 来达到这些更快速的、更小的这个制作方法那还是基本架构还是分费，N5还是分费N5还是分费那 N5以后呢N5以后我们来回顾一下32奈米那就是 2D 的极限了2D 的极限了坦白说，在第一代分费以前都是英特尔主导了英特尔主导。那现在就是我们台积的主导了台积在主导了台积主导。那2到10，其实到5啦，你看这之前预测都错了小一期说会做机业，并没有我们台积电太厉害了，连3都是分费，台积电3奈米都分费的，5是分费了，3也是分费台积TSMC 我们就讲我们台湾之光 TSMC 3奈米是 FF N3 是 FF 还是分费FF 就是分费的缩写N3 还是分费，因为 GA 比较不好做待会会讲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次序有点对调我今天上完最后一个影片我会把这个最新的 PDF 档也寄给大家了也寄给大家。那你们做笔记的话，我知道很多人用 iPad 了如果你做笔记的话，你就那个直接在 iPad 用最新的这个 PDF 档去做。那如果用实体的那个纸本的讲义，要自己调整的部分，你自己要知道了那中文要补充的地方就自己手写自己手写更有感觉不要看过就算，自己手写上去我这边加很多中文，因为都上网课的话我没有办法抄板书了那同学会问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及时去回应所以我尽可能都把一些中文把它打上去。而且我会找我实验室的硕一来看，我打这样你看得懂吗？我都会找2个以上来看，他们说看得懂那我就才会定案所以不是很随便，所以我很认真严肃在做这件事情好，这个 scaling 那个摩尔定律就是定电场微缩，要背起来要牢牢背起来定电场 constant field scaling 那你要背中文、背英文都可以它定电场微缩，定电场微缩。那每一次微缩呢，我们说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这样每2年电晶体数目会增加1倍，会增加1倍那原因是说你尺寸全部微缩0.7，那0.7的导数呢，再除以0.7的导数就是2，对不对？所以单位面积的速度会变，单位面积电晶体数量会变，增加1倍就是变2倍嘛，对不对？这就是摩尔定律，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要变2倍的原因就0.7乘0.7的导数要背起来其实很多人上课明年就忘了可能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摩尔定律是2倍，他不知道好，假设他知道，我就问他那为什么是2倍他就不知道。他会回答是2倍，可是原理他不知道
好，有人会回答，因为萎缩0.7，那萎缩原理是什么？啊，又不知道了。哦，电场萎缩都要背起来啊，环环相扣要背起来啊。哦，从最底层的思考，你要 top down 的下去也可以，bottom up 上来也可以，但是要融会贯通，好不好？要融会贯通，不要学的半瓶水响叮当啊，要很那个学的很扎实这样子。好。那元件那个越缩越小，那个讲嘛 ，scaling 就整个 XYZ 都变小嘛，哈。那它的就是萎缩，它会产生什么很严重的什么 short channel effect 啊？short channel effect 代表什么？漏电流会增高，哦，漏电流会增高，临界电压呢？临界电压会跑来跑去，哦，自己写一下，漏电流增高。啊，临界电压会跑来跑去，那这个就完蛋了，这致命的缺陷啦。那 occurrent increase 有没有 occurrent increase 啊？那个让 uncurrent 哦，只有一点点的这个 uncurrent 增加，但是这个 off 太可怕了。其实最可怕的是临界电压的漂移啦。临界电压漂移你怎么设计输的电路？你输的电路最重要就是临界电压的值啊，对不对？那临界电压跑，我们说电流萃取。那你跑来跑去，你看这个都连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它在不同的 VD 下面操作，临界电压都是一样。那在不同 VD 下做会有 dipole，临界电压就不一样，而且很可怕，漏电流啊，漏电流太大，你元件你元件散热也散热不了，会烧坏啊。因为现在 CPU 里面随便有100亿颗电晶体，会烧坏啊，它会烧坏啊，就不要小看那漏电流的可怕啊，会把你电晶体烧掉啊，不是说临界电压漂移就算了，电晶体直接 CPU 10000块，GPU 10000块直接烧毁，知道吗？直接就给你烧毁。好，那如果这个某币有之前有讲嘛哈，如果你萎缩到不行，就只能换 high 某币的材料。那真的要换材料之前，我们再把细盯到极限，所以有所谓的strain silicon 受应力的细，P 要什么 compressed stress 啊，N 要什么 tensile stress 啊，在这个 stress 之下啊，它的等价质量会下降，所以某币会上升。那如果这个方法已经用到极限了啊，盯到不能盯了，再拉上去，就无再拉，再拉，比如 silicon 再拉到无法分尸了怎么办？当然不行啊，晶格都断裂了怎么办？哦，共价键都断裂了怎么办？那只好换材料了啊，换germanium 啊，或 3Phi 啊，或是2维的 2D 的这些 high mobility 的 material 浮体抽芯，但是也蛮难的啦。啊，蛮难的，你总是要等这个1奈米真的不行了，你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啦。好，你才会做这些事情啦，知道吗？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就是 moving to the final technology 哦，就是要走啊，如果是5以下哈，他当初预测错了啦，他说5就要用 GAA 了，事实上没有啦。5还是 FinFET，千万记住哦，5奈米还是 FinFET 啊，全世界都一样，5奈米还是 FinFET 啊，大概3才分开了啊，待会讲。好，我们看一下哈，是 GAA 嘛，from FinFET to GAA 啊，好这样，你可以看到它制程是类似的，所以说设备啊几乎都一样，只有制程在改变，这很关键，这很关键。如果你今天换全新的材料啊，全新的架构啊。那你工厂要换多少？你生产线怎么换掉？你要买多少设备？那现在设备随便一台都上亿了哦，网上曝光这一台是1亿多美金哦，哦，所以说这个分费到 GA 的好处就是它这些设备全部可以沿用，全部可以沿用，全部可以沿用，都不用换，只要换制程而已。全部可以沿用啊，所以为什么狒狒下面就 GA 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东西了啊？好，GA 是全环绕式闸机啊，闸机有4个或以上，像圆的话就比较多了啊，你要算到8个，算到16个也可以，
不过现在大概都是算4个啦啊，因为大部分现在都是做成这个 nano sheet， 就是一个薄片矩形的薄片啊。4个矩形薄片就是4个嘛啊，电场填成电力线，它可以有效控制最有效的静电控制通道，在 off state 的时候啊，可以使通道完全空阀好，然后所以漏电流极低在开状况电场之后，可使反转电子达到最大空度。我这边这是指 N 费啦 ，P 的话就相反嘛，就反转电子。所以这边改成那个电荷比较好，我改一下改成电荷这就没存档，气死我了。电荷代表电子或电荷好了，电子。好累哦，打中打好累哦。中打苦手。奇怪，我之前有改怎么不见啊？改一下off state 可以让电子电动完全空阀就不见了漏电流极低。开 state 开状况的时候让那个反转电子电动达到最大的浓度，所以可以达到最佳的一个闸极控制能力大家可以看一下电力线来电力线电力线就是四面八方去控制四面八方去控制这样子四面八方控制好。那一般讲所谓的 get control 能力就是指这个意思啦就指这个电力线就会去像那个八爪章鱼这样把它去夹这样这个控制能力就很好。好，那这边的话就比较不重要了这边比较不重要，这边主要就是说这有一个raw map， 这个 raw map， 这个有兴趣你们可以去 download 这个 PDF 档。他那边有讲很多的技术细节，比这个更深入，可是深入到太多了，资讯量太多，看不下去，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这大概就是说跟你们讲这个叫做international 的 roadmap for device and system 它有一个 exclusive summary， 就是说它会邀请全世界各个大厂的这个研发的主管以及各个学术界的领袖重要领袖，比如说胡正明院士那种等级的他们每年会开一次会，然后1周的时间来开一次会，然后会做一些预测，比如说像这个2017年的预测2025到2033年的一些可能的技术做一个 prediction 那不是完全真的不是完全真的不见得是说完全一定对啦他们之前预测说 N7 要用 GAA，N5 要用 GAA， 并没有这也是预测错啦只是预测嘛，预测是一个 trend 不见得100%对，但是趋势大概是对的，早差一点，然后时间上差一点元件结构差一点，gas 差一点，通道模背差一点，大概就这样。那整体的大方向、大趋势是对的。比如这台这台高铁是开去台北，没有错就是开去台北的，可是它可能终点站到南港，但是趋势就是对的，它是开往台北不要坐错车坐到高雄去了OK。好，我们这个那个下一页再讲我们先休息到19，先休息到这个19页今天的课程会，前面比较快了前面大家前面只是一些回顾，
然后后面会讲比较深入哦，所以第一节课比较短一点哦。好，OK。